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遭痛批，武侠剧要接地气，但绝不是接地府。谁能懂张智霖、吕颂贤出现在武侠剧里的救赎感？诚意继《莲花楼》里出演武侠题材被夸后，再度回到舒适圈出演赴山海，与香港武侠老戏骨们搭档上了。这种新老搭配很有意思，有传统武侠的灵魂，又有新鲜血液，能带来全新体验。与传统武侠不同，赴山海融合了全新穿越系统，甚至为了增加难度，还给男主用起了各种绊子。台词与口型不匹配，嘴巴出戏，不仅的想办法在武林里混下去，想办法完成系统给出的任务，还得时刻注意跟系统斗智斗勇，稍不注意就被系统下宿了。花楼里面醒来，身边美女环绕，差点让萧秋水误以为正在做梦，确定真穿越，想看看轻功第一的自己有多厉害。结果一个降落，摔到了烂菜叶子上，完全没有任何轻功，整个人都摔懵了。细看发现他的嘴巴没动，配音却给出了很疼的声音，看来不是同期声，才会让剧里总有种配音听不清声音的感觉。系统告诉他，必须得按传统武侠套路，走完系统给的所有任务，在1年后的武林大会上成为盟主。如果剧透故事踩中雷区，给萧秋水身上下的毒就会发作，1次警告，2次没命。所以完成不了任务，无法回到现实世界，为了追求速度，想用剧透来当金手指，还会没命。眼看着家乡近在眼前，萧秋水忍着痛苦往前走，想试试能不能回去，结果镜头一转，脸上看不出一点痛苦，只有配音很痛苦，拧起来的眉毛还有咧嘴痛苦的样子浮于表面，忍不住想问问，诚意不是很有演技吗？怎么演成这样？滤镜模糊，绿幕敷衍。开篇萧秋水骑野时背后那灰灰的背景，假到离谱的石头，还有虚化出来的各种烟雾，想忽略都没办法。遇到了实景拍摄，后面绿树都是虚的，诚意脸上的棱角都被滤镜抹没了，整个人看起来脸圆圆的，甚至被吐槽有点像包子，可见滤镜开的有多大。开头时讲解游戏背景，特效打斗，背景用绿幕还能理解，等到穿越完成，萧秋水跟铁腕对打时，简直假的离谱。看似两人一个吊在空中，一个坐在半山上，实际就是一个平面图，完全没有立体感，绿幕都做得这么敷衍，观众直言太失望了。看到张智霖跟诚意站在一起练武时，明明身高差不多，却一个玉树临风，一个娇小柔弱没有力气。按照小成本剧情来说能看，但大流量加上超级大制作，武侠底蕴就有点浪费了。诚意赴山海遭痛批，武侠剧要接地气，但绝不是接地府。近年来，国产武侠剧在市场上迎来了一波复苏浪潮，无论是《山河令》《莲花楼》还是《少年歌行》，都在尝试用新的叙事方式和年轻化的表现手法，让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类型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尤其是诚意凭借《莲花楼》中的李香怡一脚成功翻红，让不少观众对她在武侠题材中的再度亮相充满期待。然而，当赴山海正式上线后，却意外遭遇了口碑滑铁卢。从剧情设定到画面特效，从演员表演到整体质感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成了观众吐槽的对象。武侠剧本该带来的是江湖气息和快意恩仇，但赴山海却让人觉得接地气过了头，甚至有观众讽刺说他接地府。那么赴山海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何有张智霖、吕颂贤这样的老牌港星加盟，依旧没能撑起这部剧的口碑？剧情、武侠加穿越系统融合，为国反成累赘。赴山海的最大亮点之一
是加入了穿越家系统的设定。男主萧秋水程毅是意外穿越进入一个系统设定的武侠世界，他不仅要完成系统给出的任务，还要遵循武侠世界的逻辑，否则随时可能丢掉性命。从创新角度来说，这样的设定确实新颖，既能迎合年轻观众喜欢的游戏化叙事，又能保留武侠的传统内核。理论上，它有潜力成为一部既有热血江湖感，又充满脑洞的新式武侠。但问题在于，编剧对穿越系统的处理过于生硬，系统任务频繁打断故事推进，反而削弱了武侠剧该有的快意江湖感。观众本想看英雄拔剑、快意恩仇，却常常被突兀的任务提示、逻辑漏洞和强行设置的阻碍拉出戏。例如，萧秋水刚穿越醒来时，周围美女环绕的场景原本有点喜剧效果，但紧接着一个轻功摔在烂菜叶子的桥段，不仅没能突出反差萌，反而显得幼稚。随后的系统警告、任务失败就发毒的设定，看似增加紧张感，实则让剧情充满网文味，缺乏武侠剧应有的厚重感和江湖气。换句话说，富山还想要融合创新，但却没找到合适的平衡点，结果导致剧情既不像正统武侠那样热血，也不像轻喜剧或玄幻剧那样流畅，整体呈现出四不像的状态。演员程毅的演技争议于老戏骨的旧场。程毅在《莲花楼》中因细腻的表演和隐忍的气质收获了大批粉丝，然而在《富山海》中，他却被指演技退步，表情和配音割裂感强烈。剧中多次出现嘴巴没动、配音先响的情况，让观众强烈感受到后期配音与演员表演的不匹配。例如萧秋水摔倒时，声音很痛苦，但脸上却几乎没有痛苦的细节，眉毛一拧，嘴巴一咧，看起来表面化，缺乏真实的代入感。这种声画不同步的问题，直接让观众出戏。程毅的力不从心，在与张智霖对戏时问题更加明显。张智霖作为港圈资深演员，眼神、气场和肢体动作都自带武侠感，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有故事的江湖人。而程毅虽然身高体型相近，却因为滤镜和气场不足，被衬托得娇小柔弱，甚至有观众调侃说像没有力气的书生。老戏骨的存在成了救赎。吕颂贤、张智霖等港星的加盟，原本是剧方最大的卖点。他们不仅代表了传统武侠的黄金时代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观众的信任感。确实，从他们的表现来看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台词有力道，哪怕戏份有限，也能撑起一些江湖氛围。但遗憾的是，这种旧场式的表演无法从根本上拯救剧集整体的乏力感，反而让观众感受到新老演员之间的巨大差距。制作、滤镜、绿幕与特效的三重灾难。一部武侠剧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除了剧情与表演，最直观的就是画面质感。武侠剧要能让观众沉浸在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，而不是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在看绿幕。滤镜过度，失真严重。富山海的滤镜问题几乎成了全网吐槽点。过度的美颜与虚化，不仅让景色失去真实感，也让演员的脸部线条模糊。程毅的脸被抹得圆乎乎的，完全没有武侠角色该有的凌厉感和棱角，反而像个糯米团子。绿幕敷衍，特效廉价。剧中大量场景依赖绿幕，且后期制作粗糙。比如萧秋水与铁腕对打的片段，本应展现惊险的高空对决，但呈现出来却像平面剪辑，毫无立体感。山石背景假得出奇，烟雾像是直接贴上去的 PPT 特效，让观众直呼辣眼睛。大制作之名，低水准之实。富山海打出的旗号是大投资、大制作，然而最终效果却比一些中小成本的网剧还要差。观众原本期待一部质感接近电影水准的武侠剧，
结果却得到一部伪3D 游戏开场动画般的作品，落差过大，自然引发失望。观众口碑从期待到失望，从上线前的高热度到播出后的负面评价，《富山海》的口碑转折堪称高开低走的典型案例。期待点：程一平莲花楼积累的观众缘，张智霖、吕颂贤等港星加盟，勾起观众对90年代经典武侠的回忆。大制作宣传，吊足了观众胃口。失望点：剧情四不像，融合失败，演员表演割裂，诚意状态不佳，特效滤镜敷衍，整体质感廉价。不少观众直言，武侠剧要接地气，但绝不是接地府。意思是武侠题材需要贴近观众的审美和情感，而不是用粗糙制作和敷衍演技把整个类型拉下水。武侠剧未来的启示：富山海的失利给国产武侠剧提了一个醒，武侠剧的复兴不能靠明星和情怀堆砌，而要真正回归武侠的核心。核心是江湖气。武侠不是玄幻，也不是游戏，它需要塑造一个充满恩怨情仇和家国情怀的江湖。任何过度的系统设定、花哨的滤镜都会破坏这种氛围。演员气质比外貌更重要。武侠角色的关键在于气质，而不是颜值。张智霖站在那里就让人想到江湖，而程毅如果没有调整状态，就算再英俊，也难以让人信服。制作要用心。观众对国产剧的包容度已经越来越低，绿幕、假特效、廉价滤镜早已成为口碑杀手。哪怕预算有限，也要在实景拍摄、动作设计上多下功夫。程毅在莲花楼中的成功，让大家看到了武侠剧焕发新生的可能。但富山海的失败，又一次提醒我们，武侠剧并不是换个滤镜、加个系统就能焕然一新。它需要演员的真挚投入，需要制作团队的用心雕琢，更需要尊重观众的审美与情感。接地气是武侠剧走向大众的必要条件，但如果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热闹和奇观，而忽视了江湖的厚重感与人性的深度，那它就只能像富山海一样，落得接地府的讽刺评价。或许未来的某一天，当武侠剧真正找到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，它才能重新成为观众心中那个充满豪情与浪漫的江湖世界。